乌克兰乌东反攻大捷，3天收复8370平方公里的土地，距离光复哈尔科夫只有一步之遥。俄乌战争打到现在，火力军才发现战场上的闪电奇侠竟然是乌克兰，态势一天一个样。9月6号吹响乌东反攻的号角，8号就夺回了哈尔科夫的桥头堡巴拉克列亚，之后更是一路猛推，1周的时间接连夺回伊久姆、库皮扬斯克等多个重镇，将哈尔科夫州的俄军杀得溃不成军，坦克一路飞奔都能撞到树上。问题来了，乌军的重点明明放在了赫尔松地区，为何会突然对乌东发起反攻？这次大捷会影响俄乌战争的走向吗？9月6日，乌军出动5个旅级战斗单元，上万名士兵带着美式 M777 型榴弹炮、PZH-2000 榴弹炮、M270 火箭炮、KARB 型自行榴弹炮等精锐装备，向巴拉克列亚、舍普琴科沃、萨文奇的俄军发起大规模的反攻。巴拉克列亚作为俄军在北部防线的前哨，自然成为了乌军的重点照顾对象。俄军在巴拉克列亚部署的守军是卢甘斯克人民军预备部队以及国民禁卫军，但也就名字看着高级一点而已。国民禁卫军只能算是准军事部队，不是俄军战斗序列的精锐。在这种情况下，结局自然是一目了然。乌军一路高歌猛进，很快突破了巴拉克列亚的防御阵地，之后更是沿着 T2110 高速公路一路推进。俄军在巴拉克列亚外围的野战防御阵地打不过，就收缩部队在城市周围展开防御。位于北线的乌军则是沿着 H26 公路向舍普琴科沃方向突破。最初的结果并不顺利，被俄军阻击。在南线攻击萨文奇也同样如此。9月7日，南路乌军失利之后，就直接掉头围攻巴拉克列亚。此时的俄军已经得到乌军反攻的消息，派出空降兵部队进行支援。这支部队兵分2路，一部分继续抵抗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另一部分则带领着剩余人员向萨文奇方向转移。于是2天不到的时间，哈尔科夫的重镇巴拉克列亚就被乌军夺回。9月8日，乌军宣布光复巴拉克列亚，并在市中心竖起了自家的国旗。这是乌克兰在这次俄乌战争中夺回的第1个重镇。我们仔细观察这一战，就会发现，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乌军选的都是有讲究的。这个时间正是乌军反攻赫尔松，打算光复克里米亚的时候，俄军则是特意调兵前往赫尔松战区。哈尔科夫地区的兵力缺失，而且俄军的注意力也都放在了乌南赫尔松，这就导致乌军的4个旅战斗队可以在哈尔科夫方向集结，特别是伞兵25旅，原本是负责防御阿夫杰耶夫卡方向的部队，居然能够在战线后方集结并重新部署。一方面是乌军的机动性比较强，另一方面就是俄军太懈怠了。关于乌军打算在哈尔科夫一线发起反攻的消息，早在几天前就在网上流传，甚至说都有假想的乌军集结区示意图，上面将乌军的集结地域就标注在了伊久姆以西的古桑里夫卡一线。现在来看，这点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俄军并没有什么反应，就是不信，认为这只是乌军释放的烟雾弹，毕竟俄军缺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谁能想到反攻赫尔松是一个烟雾弹，乌军的目的是哈尔科夫乃至整个顿巴斯，所选择的地点也是正适合乌军反攻。巴拉克列亚、舍普琴科沃到库普扬斯克交通相对便捷，有多条公路联系，乌军无论是进攻还是维系补给等十分方便。而且火力军认为乌军大捷的功劳美军也要占一半。现代战争靠的是情报，这次反攻美国肯定为乌军提供了情报支援，所以乌军对俄军战略间隙和重要目标有比较清晰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军队的弱点在哪儿，自然是一清二楚。随后绕过俄军的设防区，然后集中兵力攻击防御薄弱的地方，很容易就能形成局部优势。或许乌军本来的打算就是着重南部的赫尔松，但是看到乌东地区防守薄弱后，也不客气，直接暴揍俄军。
甚至说，无论是南部赫尔松与东部哈尔科夫的反攻，美国都参与了策划。现在可以看到，乌军已经抛弃了之前的俄系战术，不再用炮弹数量来决定战争的优劣，战术基本上都是以美国北约的战术为准。可以说，这次的反攻就是这次俄乌冲突中最现代化的机动作战。收复巴拉克列亚之后，乌军势如破竹，一连夺回了伊久姆、库皮扬斯克等多个重镇。俄军兵败如山倒，一路往后跑。俄近卫第20集团军在1天内就丢失伊久姆，全军溃败逃跑，而且沿途扔下大量完好的武器装备。至于库皮扬斯克的俄守军更狠，守军居然放弃大批弹药库，然后炸毁大桥，一溜烟就跑了。感觉俄军撤退的速度比火力军做节目都要快。9月9日、10日、11日3天的时间，乌克兰就收复了837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俄军第237托伦斯基红旗空降突击团被团灭，这也是二战结束以后第一个整团建制被歼灭。可以说，乌军距离光复哈尔科夫只有一步之遥。乌军发动闪电战，1周夺回的土地比俄军自4月份以来占领的所有土地还要多。到目前为止，哈尔科夫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重回乌克兰的怀抱，俄军的大部队则是一路狂奔，逃到了顿涅茨克。只是事实摆在脸上，俄罗斯还是死鸭子嘴硬，打死都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表示自己是为了保存实力，从哈尔科夫地区撤离是战略撤退，之后将集中兵力去完成解放顿巴斯的既定目标。至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火力军认为有一个视频可以完美的解释这个问题。火力军相信，关注俄乌战争消息的观众一定看过这个视频。俄罗斯的一辆坦克在遭到乌军步兵的埋伏之后，立刻加速逃跑。挂在坦克身上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往下掉，坦克还是头都不回，继续加速，结果慌不择路撞到了树上。现代战争版的守株待兔。虽然这个视频只有短短的20几秒，但足以暴露出很多问题。最直接的就是为什么一辆全副武装的坦克不敢打步兵？这放到古代，那就是一个骑着战马的重骑兵带着几个小弟，却被一个手里拿着大砍刀的无名小卒吓跑了，跑时候还掉沟里了。原因很简单，出来混靠的是实力还有背景，不是重骑兵打不过，而是小兵后面有一群拿着弓弩的大汉，不跑就直接暴毙，跑的话还能多活几秒。在当前的俄乌战场，乌军的第一大杀器就是精准打击武器。当然不是说海马斯这种高大上的火箭炮，而是坦克。之前火力军也说过，在乌南赫尔松战场，乌克兰就使用了一种叫做激火的武器系统。在这儿同样如此，加上德国支援反坦克雷达，只要俄军的坦克敢开炮，那么迎接它的就是一枚在10公里以外飞来的炮弹。可以说，乌军一发炮弹能顶俄军20发。而且现在俄军的战力也不行，根本没办法与高机动的乌军装甲突击车相提并论，甚至说还面临着弹药短缺的情况。这不，正向伊朗购买无人机，从朝鲜寻求弹药补充呢。从前线传过来的视频来看，俄军的后撤情况也暴露出一个问题，没有空中支援。从乌军无人机满天飞，地面部队随便跑的情况来看，乌东战场的制空权其实是在乌军手里，或者说俄军的飞机不敢对地攻击。具体是什么原因，火力军不在战场也不敢断言。除了武器牛逼，乌军的人也多，在当地投入反击的部队人数大约是当地俄军和亲俄武装的8倍，结果就是乌军一路碾压。现在的俄乌战场，乌军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还有一些亲俄的人硬洗俄军在哈尔科夫的失败，认为俄军从伊久姆、库皮扬斯克在内的多个东部战略重镇撤退，跟3月底俄军从基辅撤军差不多。这怎么可能一样？俄军从基辅撤退那是兵力不够，俄军自知拿不下基辅，就把重点进攻对象换成了乌东地区。也就是说，从基辅撤退的时候，俄军是占优势的。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很明显，俄军这是打不过了，选择撤军避避风头，士气完全不同。而且乌军在打扫战场的时候，还发现了很多俄军遗留的装备，甚至说弹药库里面的弹药都没运走。这不是仓促撤离还是啥？俄军还能刻意给乌克兰留点炮弹，让他们炸自己？
还有说法是诱敌深入，确实有点像。诱敌深入、战略包抄一直都是俄军作战的一个特点。在反攻刚开始的时候这样说没毛病，但是现在结果已经很明显了。乌军使用高机动部队穿插成功，彻底打乱了俄军部署，迫使俄军进行更大范围的撤离。目前俄罗斯的大部分军力都回到了顿涅茨克，说哈尔科夫已经是乌军的囊中之物都不过分。而且俄乌战场的整体布局来看，乌军的全面反攻对于俄军而言其实是无解的局面。无论俄罗斯的着重点在哪儿，在局部战争里都会处于劣势，除非普京增兵俄乌战场，而这显然不太可能。对于普京而言，这还只是一场特殊的军事行动，不是战争，不能动用全国的力量。这样也有好处，可以赢得俄罗斯国内民众支持，乌军也不会随便进攻俄罗斯的本土。但也有坏处，那就是前线兵力不足，也缺乏足够的弹药武器。小卡是看清楚了，表示赶紧扩兵，举全国之力拿下乌克兰。结果普京不同意。虽然从结果来看，小卡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扩军进行全面开战要有前提，有钱。毕竟战争是烧钱的买卖，本来俄罗斯都已经够穷了，扩军那就更穷了，可能会导致国内经济加速崩坏，这点是普京不想看到的。现在都有让普京下台的声音了，一旦全面开战，俄罗斯本土遭到攻击，加上经济衰退，社会动荡，这个时候普京别说保住政权了，直接剖腹自尽吧。对于乌克兰而言，乌东反攻大捷不仅仅是一场胜利。乌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拿下哈尔科夫的大部分战略重镇，不仅提升了国内军队与民众的士气，而且还粘合北约的盟友，提升北约国家对乌克兰必胜的信心。毕竟战争打了200多天，不管开始如何热血，总有一天会疲惫。战事陷入僵持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愈演愈烈。特别是还有俄罗斯断气这种两败俱伤的操作，能源供应不足，天然气的价格开始疯涨，加上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北约国家的民众已经有了反战的心思。比如在奥地利、法国、德国、捷克等国都有在大街上抗议俄罗斯自杀式的制裁，并且要求停止对乌的军援，甚至说一些北约政府都在考虑援乌到底值不值。没办法，地主的余粮也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场胜仗来打消北约的顾虑。而且反攻乌东也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情绪。普京如果想要增兵，就会面临更多的问题，一箭三雕。而且乌东大捷还是俄乌战争的转折点。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乌军本土作战的优势总算是体现了出来，不缺人，在北约援助的情况下，乌军也不缺武器装备，并且战力还在不断变强。俄军打了200天，人没了，武器弹药也缺，乌克兰就针对这一情况双线作战，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俄军无论怎么守都没用。加上美国提供的战场信息，乌克兰随便打。就比如这次乌东反攻，乌军就发现了俄罗斯调兵前往赫尔松战场，哈尔科夫的防线出现了薄弱，随后一举攻破。如果俄军没有调兵前往赫尔松，那么乌军反攻赫尔松的难度就会大幅度降低。无论怎么选，俄军都是守不住的，这只能说普京的指挥有误。而且乌东地区的优势又会逐渐辐射到北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现在控制着哈尔科夫市、库皮扬斯克和莱曼的路口，这意味着从别尔哥罗德到北顿涅茨克的路线被切断，并且没有其他铁路线可以直接从俄罗斯本土抵达北顿涅茨克，这后勤的难度又飙升了。总的来说，俄乌战争短时间内还不会结束，但是从乌东反攻大捷开始，乌克兰就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如果普京不增兵的话，那么最终的胜利者一定是属于乌克兰的。但是增兵或许又要面临经济加速崩溃。各位觉得普京会怎么选？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